我与世界资本达成合作，却被人破坏好事。血族女王抵达猎人学校，是血族抢劫你们金库的。你知道血族吗？这是西方最古老的家族。前些日子我在雾都就差点被他们刺杀了。比利先生，你还在吗？我在呢。有个事想跟您说一下，我的账户怎么被冻结了？我在非洲几十万人，如果没钱的话会出很大的事，所以你看是否能给解冻？神话，你别耍我了好不好？这个世界上敢做这种事的，我想不到第二个人。你的意思是？说出你的条件，我们可以谈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让血族的女王到非洲跟我谈？三金清楚资本们敢冻结他的账户，必然跟血族有关系。白头鹰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老大，很多人要求银行赔偿保险柜，据说如果全部赔付的话，金额将高达4万亿。此外，出现了挤兑现象，根据咱们的情报，大概需要兑付10万亿，也就是说，他们6家需要兑出的资金高达14万亿，估计很难挺过去。不是很难挺过去，是根本挺不过去。金融行业玩的是杠杆，看起来掏出14万亿就行了，事实上远远超过14万亿。不过这些家族一定不会选择破产，他们会撑到跟我谈判结束。您这招真是太高了。比利等6大资本快要崩溃了，他们找到背后的血族。德米尔公爵，我们已经无力维系了。冻结神话的账户是按照你们的要求做的，但现在发生的事已经超出预料。我们早就说过，这样对待神话，很有可能会遭到他的反击。你们必须得为此负责。当然会负责的，我可以用市场价收购你们的资产，这样一来问题都解决了。听到这话，比利几人全都怒了。这就是你们的负责吗？我们是帮你们做事才导致的如今局面，而你却想吞掉我们的一切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德米尔公爵，如果你们执意如此的话，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们血族从来都不占便宜，所以会以市场价进行收购。你们可以好好考虑考虑这个方案，同时考量下自身能否度过这次危机。期待下次会面。看来我们没得选了。我们还有办法，为什么不找神话呢？找他，是他抢了我们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们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吗？尽管神话也很黑，但很少赶尽杀绝。血族会吞掉我们的一切，神话不会。而且只要他拿出保险箱，就能最大程度减轻我们的压力。看来我们得找神话谈谈了。诸位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。血族是虎，神话是狼，总得选一个。住在海边别墅的三金很滋润，他就喜欢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。老大，比利他们来了。来了，带礼物没？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名少女。欢迎，热烈欢迎！见到几人身后的少女，三金笑得很灿烂。来就来呗，这么客气干嘛？神话先生，您现在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大了。还好吧，我虽然不太懂得怎么搞资本运作，但懂得怎么做镰刀。但主要还是兄弟们给面子，如果没有你们借给我的钱，恐怕就不好说了。神话兄弟，您的账户已经解冻，系统出现了故障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解冻了，那正好，你们把这笔钱抽走吧，就当我把债还了。听到这话，比利几人顿时慌了。神话兄弟别闹了，这笔钱就是我们给你的投资，借贷就是个形式，你也不是能被书面合同困住的人。说完，所罗门几人拿出借贷合同，当着三金的面全部销毁了。从现在开始，猎人学校的股份贷款全是您的了。这合适吗？那可是1万亿。别人投资的是产业，我们投资的是人，1万亿算什么？我们还想追加投资呢。没错，我们的确想追加投资。好，我接受你们的投资。你们想投资多少？这个投资跟之前的不太一样，我们想投资10%的股份。10%？是的，我们打算给您全产业链10%的股份。10%？当我是乞丐吗？20%，比利刚才说错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，血族是要拿走你们的所有，所以你们才会找我谈。可你们想过没？一旦跟我没谈成，后路就彻底没了，连成为血族的狗都没资格。三金一针见血，说的比利几人面色大变。所以我给你们留下20%，不算赶尽杀绝吧？我们可以一起掠夺非洲的资源、中东的资源、世界的资源，再也不用彼此间处处防备了。你们说对吗？三金要80%，给他们留20%。知道我现在有多少107火箭炮吗？2万架。知道我储存了多少火箭弹吗？200万颗。此外还有3000辆喀秋莎。80%能行就签合同，不行就请回吧。我同意。诸位，如果跟血族合作，他们的确能按市价收购我们的资产，但收购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将一无所有。神话先生只要80%，而且能保留我们的家族，还需要考虑吗？话就说到这里，愿意还是不愿意全看你们了。接受也好，拒绝也好，都是自己的选择。好吧，我同意。你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挤兑潮比想象中凶狠，你们的支付能力也只够维持3天。当然，3天之内搞定的话，我瞬间就能让你们起死回生。放心吧，神话兄弟，我们知道轻重。生死存亡之际，谁都不敢掉以轻心。6人以最快的速度乘飞机返回。就在刚刚起飞的时候，数颗导弹突然从远处飞来，精准命中6人的私人飞机。老大，这淡定，任何事只要发生了，就得想办法面对。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，不该是你的费多大的劲都没有。怎么打？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虽然你跟我打不太行，但你的能力也是世界最顶尖的。明白。
佛伦斯议长，你们他妈什么意思啊？老子刚跟比利他们谈完合作，结果就被你们的导弹打下来了，是不是觉得老子不用和平就不敢用了？这个事咱们没完，中东小卖店就算了吧，老子是真不敢跟你们做生意了，继续在非洲打，我奉陪到底。神话老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还用我说吗？来战吧！不到半小时，非洲战场再次陷入混乱，各种火箭弹疯狂往大兵驻地里飞。三金却悠闲地喝着咖啡。老大，我觉得这次不是霸国做的。你养过狗吗？狗这个东西一段时间不打就要蹬鼻子上脸了，所以新善养不了狗。我当然知道是谁坏了我的好事，绝对不是霸国做的。师傅，血族的米尔公爵拜访。正主来了。血族没诚意，只是来了个公爵。神话先生真是闲情雅致，外面打得那么乱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上次老子说得很清楚了，让你们的女王跟我谈，为什么我没见到？请注意你的身份。德米尔公爵，请问你们有几个师？是否能承受住老子全力而为的饱和式攻击？我的饱和式攻击包括最少一轮4万发火箭弹、导弹、炮弹，而这只是一轮攻击，它跟第二轮攻击的间隔时间大概为5分钟，接着是最后的第3轮饱和式攻击，也就是说10分钟之内会有最少12万发炮弹落在你们的阵地。如果能扛住，我也就没有后招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能否扛住？或者说有几个整编师来消化我的3轮打击？尽管德米尔依旧想嘴硬，但额头还是冒出了冷汗。神话先生，我此次前来并非与您为敌，而是要跟您谈生意。是来坏我生意的吧？比利先生6人刚跟我谈好合作，就被你们用导弹打下来了，合适吗？这不重要，你有足够的武力，我们有足够财力，一起掠夺他们发财不是更好吗？怎么分配？3、7分，1、9分，我占9，你们占1。你说什么？恕我直言，我能带你玩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话音落下，傅勇直接把德米尔带来的手下全部击倒。我的手下缺乏管教，惊扰了公爵大人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当没有发生过如何？你就不怕血族的报复吗？就算我干不过你们血族，也得拉着你们同归于尽。谈不拢就开战，我三金从不惯人臭毛病。你，老子的生意都谈成了，你们给我来一刀，还想让我忍着？我今天不杀你，让血族女王来。如果这个事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那咱们就只有战到底了。老大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不让他走，谁能把咱们带到他们的老巢？距离3天还剩24小时，时间一到，挤兑潮就会把比利他们6个家族彻底淹没。得抓紧想办法，趁着挤兑潮来之前能吃多少优质资产就吃多少，不然就亏大了。按兵不动，我在等血族女王。6家银行倒掉，咱们要损失7000亿，我这边准备了500亿资金，就等着抄底呢。所以什么时候买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托尼将军、丹德烈、约瑟王大家做了500亿，也算了你一份。哪有这么容易让你们抄底？大哥，这是世界最顶尖的6家资本家族，你真当那么简单就完了？一旦崩盘就是全球性的问题。别着急，我心里有数。距离3天还剩12小时的时候，一架直升机降落在猎人学校，一位气场强大的女人走了下来。神话先生终于来了，不知女王陛下叫什么名字？大胆！斯特芬妮，我更愿意称您为美人鱼，您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。请随意。那就好，到我的别墅谈谈吧。美人鱼，说出你们的诉求。不是我们的诉求，而是您得按照我们说的做。您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，但是6大资本家族必须得由我们来掌控。还有呢？我们签署攻守同盟。等等，这个攻守同盟的意思是我帮你们打仗吗？也等于说认可了我的实力，能这样理解对吧？可以这样理解，您应该感觉到荣幸。我们从未与人签订过攻守同盟。有意思啊，继续说。第3点，你要服从女王陛下的调配。德米尔一口气说了10来条，全都是高高在上的要求。可以，全部答应。老大，闭嘴！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答应，但问题是我能得到什么？女王陛下，您总得给我点甜头吧？滚一边去，别挡着我跟美人鱼说话。退下。你想要什么？好香，还用问吗？别他妈跟老子装清纯。往好听的说，我想跟你发生点浪漫；往难听的说，老子想玩你。放肆！骑士团同时拔剑，空气中弥漫着血杀的气息。想开战吗？突然，一发狙击弹擦着女王的头顶飞过去，骑士团立马用利剑封住三金。我操！流血了，美人鱼，想不想喝我的血？神话，是你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的。猜猜外面有多少狙击手？再琢磨下你们来的人够不够一轮狙杀？别看你们来了很多高手，但全在我的狙杀范围之内。神话先生，是我的人不对，不如到此为止吧。如果不行呢？那就只能杀了。这里的确是你的地盘，但我既然敢来，也做足了准备。说说看。只要我出事，玛格丽公主会死，港岛的人会死，洪门的人也会死。几个女人而已，要杀就杀。对了，我还有个媳妇叫李红鱼，她是大夏智囊团的人，还有个老婆叫舒锦。只要你把他们抓来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不过现在嘛，你凭什么威胁我？
既然如此，底牌也该揭开了。话音落下，比利6人走了进来，血族在内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不要惊讶，你们以为他们是乘坐私人飞机走了，其实他们坐的是猎人学校的战略运输机。现在合同已经签署完毕，比利他们把家族80%股份转给了我，所以没有你们血族什么事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三金掌控了6大资本家族。明天事情会反转，因为猎人学校对100多起银行大劫案的恐怖武装实施了打击，找到了被抢的所有财物，包括所有的保险柜，挤兑潮会因此消失。6家银行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，并且与猎人学校达成深度合作。女王陛下，还有问题吗？这个反转让血族女王叹了口气。我们这么多年对6大资本的渗透，想不到让神话摘了果子。你赢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其实你还可以参与进来，陪我一夜，我们还能一起收割世界。血族女王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神话兄弟，你一定要上塔，我提供虎皮鞭。你们该回去了。还有，你们的接班人必须好好培养，我觉得港岛比较合适，1周之内送过去，没问题吧？隔天，猎人学校宣布对抢劫银行的恐怖势力实施了打击，损失的财物尽数找回，挤兑潮彻底消失了。短短半个月，一家名为和平的银行成立，瞬间在非洲、中东、欧洲的许多国家遍地开花。三金电话接到报，全是比利几人的汇报。老板，中东铺设还算顺利，但一国似乎扔俩导弹。老板，利比国不同意银行进驻。战斗机是干什么吃的？谁他妈敢挡我的财路，谁就得付出代价。不惜一切代价，给我把一国打得通货膨胀，打到民不聊生。明白。三金那边搞得轰轰烈烈，让血族很难受。女王陛下，我们此次的损失很大，或许得采取行动了。根据情报，神话在役的女人正是李红玉和舒锦，派出神圣骑士团，务必抓到2人。猛地，秦王一脸怨恨地坐在屋顶。秦王，赶紧把人参吃掉，我这还有野枸杞，抓紧时间，天快黑了。我好想逃。帝都胡同里，2名黑山百无聊赖，天天看胡同，无聊死了。什么时候才有送上门的1等功？我太想立功了，太想进步了。送2个1等功过来吧，我也想进步。距离中东小卖店上线还有半个月的时候，数千107火箭炮聚在蚁国周边，火箭弹不要钱似的疯狂轰炸。神话老弟，没必要掀起中东战争吧？这是我们共同利益所在，一旦乱起来，对咱们小卖店的影响非常大。佛伦斯议长，我很爱老婆的，你能理解吗？佛伦斯都习惯了，这是三金又在找借口。我老婆想让我开个银行赚点钱，但蚁国根本不给我老婆面子，这算什么？可以不给我面子，但是不给我老婆面子不行。现在只是开胃菜，进入战场的只是107火箭炮而已。既然你们不管小弟，那我就只好动手了。不如这样，我把你们双方约在一起，坐下谈谈。可以。隔天，佛伦斯带蚁国外交大臣亚伯拉罕来到猎人学校谈判。神话先生，请立即撤兵，否则我们将会采取一系列必要的行动。什么行动？老子什么时候派过兵？本以为我已经够流氓了，没想到你们比我还流氓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一起采取行动。你们面对的是雇佣兵，我面对的是平民。你，我怎么了？你们还真牛叉，给我扣莫须有的罪名。信不信我现在派兵？神话老弟，亚伯拉罕先生他习惯国与国之间的谈判，不要太在意，让他知道我的作战风格。会不会一口气把所有导弹扔过去？呵，当然会，给我个面子行吗？可以，5000一刀，这是我要求的赔偿。如果不同意的话，我不介意掏出5000一刀发动真正的战争。不可能，我们是不会接受勒索的。立即向加沙地区调动2个整编师，军舰进入地中海，所有导弹发射架启动。神话老弟，事情没到那个地步，蚁国要的是和平，你要的是面子，完全不冲突。我说一个数字，2000一刀。佛伦斯议长怒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，这次不准有任何问题，也不准讨价还价。好。亚伯拉罕大哥，其实我没有恶意，但总得给老婆个交代不是？被黑了2000亿，佛伦斯2人告辞离开。佛伦斯议长，你们怎么能妥协？淡定，他已经走在作死的路上，要不了多久，神话就会成为历史。佛伦斯说的没错，三金把能惹的全都招惹了一遍，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。老大，你摊子铺得这么大，我实在忙不过来了。欧文跳槽过来，不仅要处理战争经济，甚至给部队发军饷都得他来处理。我对你如此信任，我快老死了。我承认在这过程中贪污了3000万刀，拿着花就是了，怎么能叫贪污？欧文，你在别的地方得到过如此信任吗？给我配个团队行不行？我给你配个天才如何？小丽，三金科大学读得怎么样？我很努力的，上不上都无所谓。你读的哪个学校？燕京。我去，人才就是人才，不管在哪个领域都一样。你在学校等着，到时候会有人接你。这是个天才，把你的那些东西全都交给他，没问题吧？他什么都不会吧？他可以什么都会。老板，有钱就他妈组建团队，老子说过让你一个人干了吗？凌晨2点，24名神圣骑士团精英摸进了蒙地，整个屯子静得出奇。不远处，金狗子冷冷地盯着他们。有埋伏，
突然一颗火箭弹从北面高处飞来，神圣骑士团顿时被炸懵了。马德，不是说大夏禁枪吗？怎么乡巴佬还有火箭筒？出现这么大动静，数十个村民提枪冲了出来。老公快点，赶紧抢功劳，涨工资的机会来了。你先过去，我提重机枪，看能不能多杀几个。别找重机枪了，拿狙击步枪上屋顶，赶紧抢。村里几十户人家全是被安排在这里保护李红鱼母子的。老婆终于有活干了，一个都没给我留。傻叉，我爷也要过瘾。马德，你是条狗，咬死再多有个屁用，就不能给我留一个吗？帝都胡同，数名神圣骑士团遇到了黑山盘查。我去，竟然有枪！黑山激动的哭了，他们终于等到了一等功。突然，枪声从后面响起，10几个眼冒绿光的黑山冲了过来。别抢，这是我的一等功，这是我按倒的，都别耍赖，都别抢，也许他们还有同伙。蒙蒂和胡同遇袭让上面震惊不已。马德，他们以为这是难，给我一查到底，看看这些家伙到底是从哪蹦出来的。老总，我估计金总又在外面招惹到人了，所以他们采取这种方式报复。管他冲谁来的，立即查清身份。不到半个小时，结果就出来了，但不是军方，而是袁三才查出来的。我知道是什么人了，欠抽的东西，这件事你们不用管，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个回事。严先生，问问，我来处理，没事的。半小时后，袁三才来到帝都郊区的一处院子。不知袁先生来到，有失远迎。别文绉绉的，跟你的身份不相配。袁先生有事就说，何必嘲笑我？西方的血族来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关我屁事，我就是来说一声的。这个事不小，他们的目标是3金的媳妇跟儿子。的确是越界了，都死了吗？废话，他们当大夏是什么地方？障眼法，真正的杀招在后面。血族经营好几百年了，对咱们这边的渗透在清末就开始进行了。3金把6大资本家族搞定了，这本来是血族的肉，难怪他们敢越界，原来是仗着有理，隐藏在暗处的都有需要遵守的规则，那就是不能轻易越界。这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达成了共识。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深浅。哼，别说这么多没用的事情，告诉你了，看着办吧。你也知道3金这小子代表着什么，但凡他媳妇孩子发生点事，恐怕都会让国家陷入动荡。老汉点点头，但随即又摇了摇头。怎么了？李家的事得给我个交代。3金为父母报仇是天经地义。再说了，李家跟你们关系不大。有关系？那你是不准备帮忙了？我不出手，一定会出事。血族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渗透进来，采用的传教方式，你该清楚。那时候国内到处都是教堂吧？袁三才脸色阴沉下来，听出了老汉口中的威胁。老姜，你别太过分，好好掂量轻重。很多国人加入了血族，你们是分辨不出来的。袁先生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李家跟我们稍微有点关系，所以得给我个交代。让他们出手，就需要3金给个交代。哼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得为子孙积阴德。大国师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父亲，您把袁先生惹了，总得找个理由拒绝。得罪他只是小事，最重要的是明哲保身。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也是。飞兄，你经常出去，对这个3金有什么看法？能不招惹就不招惹。下午3点，山庄所处的区域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而下。接下来的3天，这场暴雨就没有停下来的迹象。老姜急忙找到国师袁三才。袁先生，滚，没空。是我说话不对，袁先生千万别放在心里，这里是一根1000年人参。1000年的呀，老姜你太客气了，弄根100年的意思就行了。1000年的多珍贵，这玩意太稀少了，大佬那里也没这东西，没想到你家有啊，真了不起。大佬也不需要这些，只要袁先生能用得着就行。我哪用得着？是给3金儿子用的，那小家伙天生阴气太盛，必须得用1000年人参调药才行。光有1000年人参还不行，还得有圣山雪线之上的1000年雪莲，以及1000年何首乌、100年高龄的犀牛角等等。妈的，喷！太黑了，山里下雨的吧？这个绝对不是我做的。我们气象局领导是个外行，还喜欢亲自打炮，结果全打到山里了，现在正受处分呢。把人参拿回去吧，我又不会扎小人，这些都是人臆想出的东西。对了，老姜，你有3个孩子是吧？老大叫姜似水，老二叫姜焕章，老3是女孩姜飞轩。我记得当年你找我帮他们看过生辰八字，其他的要3天之内配齐。您就别逗我玩了行吗？我也一把年龄了，只想学学古人悠然南山下，不想搭理外面的事。药能治病，但是治不了脑子。当然我知道你不怕，老姜，本来没什么事，但你这么一玩可能就有事了。我什么事都不管还不行吗？管不管在你。说句实在话，3金跟血族还是玩得起的。我只是想给你们一个锦上添花的机会。你是老了，喜欢趴在里面，但考虑过年轻人的想法吗？有这个锦上添花，你们的年轻人就能出来；没有这个锦上添花，你们的年轻人就别想出来。西方有隐藏起来的家族，东方自然也有。20年前你们被一个人逼得狼狈不堪，20年后就不是狼狈不堪了，很有可能被灭掉。
你要清楚，这个儿子跟他老子的做事风格不一样，所拥有的东西也不一样，打造的势力结构更不相同。老姜，你听我一句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说罢，袁三才准备起身走人。袁先生，等等，您的意思代表的是谁？你说我的意思代表的是谁？我就是气象局的普通员工，就这么一说，你就这么一听。袁先生，请赐教。你们家破冰的命格在飞轩身上，把她嫁给三金，届时必然能让你们再续50年辉煌。感谢先生赐教。行了，山里的雨停了，该做什么准备就做吧。走出饭店，袁三才给三金打通电话。我帮你忽悠了个媳妇，别急着拒绝，人家是带嫁妆的，贼丰厚。自从上次一别，血族没动静了。三金很想念美人鱼的大长腿。三金哥想什么呢？想女人。小丽，明天开始你就跟欧文学习，记住，允许他们贪污，但必须得在我的范围之内，明白吗？小丽用力点头，眼中全是感激。怎么还哭了？发挥你的天赋，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。我就是太激动了，此生此世，我就是您的人。好，去洗澡吧。美人鱼竟然真的派人去了蒙地，血族如果这么蠢，又怎么存活到现在的？他到底想玩什么把戏？有点意思，老子突然不想死了。隔天，一个30多岁的不列颠妇女找到三金。三金先生，您好。你是？我叫温妮，丈夫是红宝家族的佩斯公爵，我也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。您是血族人，对吗？三金，你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，只想跟夫人心平气和的聊聊天。三金用刀在手上划了个伤口，凑近温妮夫人，求你了，别给我鲜血好吗？既然是血族，为什么不选择喝血跟换血呢？我虽然是血族人，但受不了这种邪恶的换血。10岁那年，我亲眼见到父亲用母亲招待他的朋友，那一幕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所以你找到我，认为我能够帮助你们对抗血族？是的，因为你太逆天，我的丈夫感觉可以一试，他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好，先跟我深入交流一下。想平安就得付出代价。事后三金笑得很开心。红宝家族有多少继承人？3个，其中第1顺位继承人是我的儿子约克，其他2位则是我丈夫其他的儿子。人在哪？一个在。我不管在哪，你得保证你的儿子是唯一的继承人，否则以你掌控3成不到的力量，很难垂帘听政。你的意思是？三金笑着递给了对方一个号码。我没什么意思，但肯定红宝家族不光只有你丈夫知道你是血族身份，关系到家族血统问题，他总得留一手。所以一旦他突然死掉，你赢的概率微乎其微。到了那时候，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什么都给你了，但是没人逼你，夫人，你有点太天真了，这样很不好。你无耻！不是无耻，共同的犯罪比共同的利益更牢靠。你不出面把佩斯公爵其他的儿子搞死，我怎么能信任你？号码给你了，打不打是你的事。我会把你儿子约克送到罗马国。我表哥是洪门的继承人，从前也是不学无术，但在我的督促下，已经完全具备独当一面的资格了。三金，你可真够厉害的。咱们说白了都是利益关系，而且我这个人特别谨慎，最怕阴沟里翻船。回到红堡，温妮夫人满脸沉重。陨石环保公司为您竭诚服务。环保公司，尊敬的客户，您有什么需求放心大胆地说，陨石环保会为您清除所有路障。我想杀2个人。另外一边，三金也接到了环保公司的电话。老大，温妮夫人已经下单了，那就尽快吧。陨石环保公司是三金最近筹办的杀手组织。美人鱼，既然你不想出来，那我就逼你出来。我倒要看看红宝家族落到我手里之后，你们血族到底冒不冒头。为了引出血族，我设计迫害红宝家族继承人，隐士家族出现了。我倒要看看红宝家族落到我手里之后，你们血族冒不冒头。作为红宝家族继承人，安德鲁刚谈好一笔生意，突然一辆货柜车冲撞而来，跳下来数名蒙面杀手，将一颗颗手雷扔进车内。佩斯公爵的2儿子维克多最喜欢泡吧，极其享受全场买单的感觉。你们是谁？不到1天，红宝家族的2个继承人全被干掉，让佩斯公爵差点晕过去。佩斯公爵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的2个儿子遭遇刺杀，我一定要把凶手碎尸万段。找到凶手了没？还没有，但我已经出动了所有人手。不要着急，现在三金来了，肯定能查到凶手。你的身体才是第1位的。温妮夫人还真是个戏精。三金，约克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把他送到了大表哥身边，即便遇到杀手也不怕。那就好，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帮忙。别装了，你老婆前2天单独找我，待了将近2个小时。三金竟然会主动承认，这算什么意思？是否有人告诉你我跟夫人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？必然有，您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，不要否认。什么意思？我怀疑2位继承人的死跟内部脱不了关系，所以专门做了个小小的测试，谁会在您如此伤心的时候再给您添一把火呢？此时三金沉稳从容的如同福尔摩斯一般。这个流氓竟然如此善用逆向思维，几句话就把黑的变成白的。所以我初步判断并非血族所为，因为暗杀手段不对，有2个可能：第一，血族人指使的；至于第2点，
就在不久前，约克也遭到暗杀，但身边有大表哥。之前我为了照顾你的情绪，所以没说。第二点是什么？等我查清楚再说。总之，我怀疑整件事来自于内部。你也清楚，温妮夫人其实早就想摆脱血族了。维尼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怀疑我没关系，但你不该怀疑三金，他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。三金，我大概清楚你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了。三金，你能派点人过来吗？我预感家族内部要出大事了。不好吧？我的人进入红宝家族，终归是没问题的。现在我们的安危全靠你了。佩斯公爵，您觉得呢？考虑到家族内女眷众多，我会派出女战士。三金面面俱到，让佩斯公爵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半小时后，20多名龙焰女战士进驻红宝家族，这是三金对外界放出的信号。美人鱼，再不露面，我就把红宝家族吃光了，你忍得住吗？温妮，你可真有一手，以后不会用这一套对付我吧？怎么可能？我需要你的庇佑。我当然会保护你。佩斯公爵在你手上，那么你就可以借助这个事清除异己了，比如忠诚对方的人。你的意思是都杀了？我说的是清除异己，而且我不喜欢你的双手沾满鲜血，完全可以让手底下的人去做，也可以打电话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了，你可真够歹毒的。不要夸我，我也是为你好，既然做了就要做得彻底。这是什么？杀不死人，但能让人半身不遂，无法说话。三金是想让温妮给佩斯公爵下药。三金，你何止是虎，简直是史前巨兽。回到唐人街，三金接下来就是要等待血族现身。哪位？江飞轩。袁先生让我嫁给你。这就是个玩笑，老袁那个人神神叨叨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可从来没有这种想法。我到雾都了，你来接我。没空，你直接来唐人街就行。惯出来的毛病，你一个电话让我去接你，当召唤舔狗呢。1个小时后，朴素淡雅的飞轩来到唐人街小院。欢迎欢迎，我实在是太忙了，还请飞轩别介意才好。我不介意。你也真是的，来之前说一声呗，我无论如何都会把事推掉，亲自去接你。要不你先把手松开。我就是太激动了，有没有把你的手抓疼？我3岁习武，还经常干农活，所以我的手一点都不嫩。好辛苦啊！习惯之后就不觉得辛苦了。三金先生，您似乎没练过传武吧？我练的是枪法。什么枪？爆米花霸王枪。飞轩，你今年多大了？30。离婚了？没结过婚，不过三金先生似乎喜欢结过婚的，最好还是生过孩子的。我是个传统的人，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。你还真是个有趣的人。谁呀？我的门是随便敲的吗？不想死就滚！秦王，师傅，你用枪指我做梦都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。好好说话。被最敬爱的师傅用枪抵着脑袋，这是从未有过的荣幸。我终于感受到来自于师傅的爱。说人话。我一路追踪夜袭屯子的凶手，终于找到这里了，千万别赶我回去。妈的，老子之后的计划中不能有你。师傅，您最近又招纳了很多高手吗？这小院附近藏着起码20多个内家高手。内家高手？传武高手？您该不会以为传武没用吧？武术分为表演武术跟传统武术，我练的8极拳就属于传统武术。滚蛋！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，飞轩，这是咱们的第2次见面，关系可谓是突飞猛进啊。怎么说？我性子急，想赶紧生你煮成熟饭，不能让长辈担心不是。到底是什么把这个男人造就得如此厚无廉耻？你能打过我再说。我从小心高气傲，不允许我的男人比我弱。我不打女人，但我打男人。你不想看看我的嫁妆吗？江飞轩打了个响指，一道道人影如同鬼魅，突然降落在院子里。这就是我的嫁妆，喜欢吗？28名传武高手，随时为你赴汤蹈火。我去点蜡烛。点蜡烛干嘛？烛光晚餐？不，洞房花烛。一句话彻底激怒江飞轩，在手刀距离三金咽喉0.1公分的时候，稳稳地停了下来。有意思吗？我是个赌徒，在你出手的那一瞬就赌你在吓唬我。你根本躲不过去，别装了。我承认躲不过去，但重要的是根本没想躲。有谁愿意躲开江家长公主的厚爱呢？从今开始就在这住下吧，包括你的28名内家高手，我还得处理点事，这里你看着办。扔下这句话，三金在传武高手的注视下离开院子，一上车，额头便渗出了阵阵冷汗。魏新征，你他妈干嘛呢？立即给我在小院周围架起重机枪、火箭筒之类的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必要的情况下，把唐人街给我炸平都行。是得用重火力，那些内家高手随便拉出来一个，打我都跟玩似的。他们真都这么厉害吗？每个人都有几10年功力，他们这些人没事就在研究各种杀人技，研究怎么破别的传武。他们能帮我保护我，但也能杀我。我在国内的动作其实早就触到他们的利益，虽然有老袁保媒，可老袁如果被当枪了呢？三金不仅跟国内的隐藏家族没有来往，还触动过他们的利益。大哥，你对隐藏的家族了解多少？你跟他们起冲突了，尽量不要把事态扩大化，这些家族的影响力很大。没起冲突，大哥你也知道我最后肯定要回去，咱已经触犯到人家的利益了。半小时后，三金眉头紧皱，隐藏的家族影响力的确很大。江飞轩，不是我对你们不信任，而是你们并没有得到我的信任。去机场飞罗马国。
几小时后，三金来到罗马国鸿门总部。三金，你要对付国内隐藏家族的事，得问咱家老太太。这件事牵扯面甚大，因为它属于内斗。也不是说非得内斗，而是得压一压。我在走钢丝，不知道哪天就死翘翘了。全世界快被你得罪一遍了，必然有你的道理。我是老了，否则铁定陪你一块搞事。大舅，鸿门算不算隐藏的家族？不是隐藏的，但咱们也有传武高手，全在你姥姥的手中。这是否又跟我家被灭门的有关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估摸着是我爸掀开了隐藏家族，所以才被报复。你要继续查吗？不了，我现在压力很大，周围都是敌人，没必要再招惹隐藏家族。你能这样想就好。其实，在那种环境下，没人敢保你的。但叔老保了，不单单是你父亲的恳求，还有你姥姥的恳求。三金，你搞什么？怎么突然跑路了？是不是飞轩得罪你了？为了制衡尹氏家族，我前往罗马国揭开李红鱼身世之谜。三金，是不是飞轩得罪你了？江飞轩很不错，没有招惹我。那你搞这些算什么？简直在打我的脸！老袁，你知道他的嫁妆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但肯定很丰厚。江家富可敌国。三金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对嫁妆不满意，你都说他们富可敌国了，结果嫁个闺女才给这么一点，当老子捡破烂呢？老袁，明确告诉他们，和亲得拿出和亲的态度，我需要真诚。你小子真黑，我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了。老袁不会也参与其中吧？突然，三金想通了整件事的关键。血族贸然去蒙地，压根就是去做引子的。他们出现必然要惊动隐藏家族，然后老袁就可以顺水推舟找到江家，让他们帮助我，所以才会出现江飞轩带了那么多传武高手。这得是多了解我的性子，才能把事一步步推到现在这个局面。不会是……三金眉头紧皱，不愿意往李红鱼身上想。小红鱼曾经居在幕后，把乔治这个平民王子推上来，早就开始对西方实施渗透了，搭上血族这条线道也没问题。血族女王不会也是我家小红鱼一手推上来的吧？想到这个可能性，三金顿时瞠目结舌。谢了，小红鱼。蒙地野猪屯，金狗子拖着李灿年在院子里玩耍。黄芝，你说三金会不会误会我？他这个人特别多疑，尤其我跟他家从前有那么多事。金总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对你充满信任。再说你还给他生个儿子，可我还是红鱼，你从前的自信去哪了？你做的事是为他好，金总肯定能想到。我不是不自信，而是你恋爱了。我说你恋爱了，开始患得患失了。哪有？别瞎说，老一辈都是先结婚才恋爱，你也一样。生活总能改变很多东西，遇到三金算是我的命吧。可惜让秦王那个混蛋跑了，等他回来非得打断他的腿。另外一边，三金来到了老太太的别墅。姥姥，咱家有高手吗？一出手就牛叉的不得了的高手。当然有，都给你们小两口预备好了。我们小两口？你跟红鱼？还是姥姥想的周到。自从生下我的重孙，红鱼的身份就变了，即便他是智囊团的人，也不会再受到绝对信任了。我前阵子也跟红鱼通电话了，这丫头就是聪明，一点就透，你谁都可以担心，唯独不用担心她。与其说李红鱼在蒙地被保护，不如说是被控制住了。小金，很多时候关系与关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例如舒家是跟你捆绑在一块，还是跟别的捆绑在一起的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让三金恍然大悟。对呀，大哥他们可不是跟我捆绑在一起的，包括魔都铁三角也不是，他们本就在真正的航空母舰上。其实姥姥不想跟你说这些的，但你很快就要面对国内的那些隐藏家族，所以得给你提个醒。记住，到了最后的最后，能帮你的只有红鱼。还是姥姥看得透彻，我心里有数。就算没数的时候，不是还有小红鱼吗？从前一直担心把他爸给杀了。李东风不是红鱼的亲生父亲。你没搞错吧？你觉得李东风的女儿姥姥真能看得上吗？那他父亲是谁？红鱼本姓朱。你该不会说红鱼是皇族吧？没错。这，老子竟然是驸马爷！朱家是最早的隐藏家族之一，当年被清洗下台之后才轮到江家，但那之后隐藏家族的日子就不好过了，被迫迁徙到帝都接受看管。官孙有空可以去朱家看看，他们会全力助你，小心点江家，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。3天后，三金启程返航，身边多了2个人畜无害的年轻人。怎么称呼？大少爷，我是霹雳，我是雷电。秦王，这俩厉害吗？师傅就不能私下问吗？换个方式问，霹雳能打你几个？秦王直接被问哭了，他从没这么丢人过。8级前传人，半吊子水平，一个个打的话，我能打到打不动为止，一起上的话大概20多个。这么狠，你俩跟我混黑社会吧？大少爷，咱们本来就是黑社会。雷电说的对，不管您搞什么事，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加入，帮助大少爷混黑社会。打我干嘛？看看人家跟我混黑社会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当初你还装清纯，我没有。老子说你有你就有。那他们会玩枪吗？现在是热兵器时代，能打算个毛。我们玩枪，红缨枪还是霸王枪？手枪、半自动步枪、自动步枪，各种型号轻武器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会驾驶各种型号特种车辆，包括但不限于坦克、装甲车、直升机、潜艇等。此时不光秦王愣住了，就连三金也目瞪口呆。这他妈是6边形传武高手。师傅，我想回家。几小时后，飞机落地，三金几人重回雾都。突然
然霹雳身形如电，几个起落窜出10几米，再回来的时候手中多了个中年人。血族，你怎么知道？大少爷，您能在大街上分辨出当过兵的吗？好像有点道理。神话先生，我并无恶意，女王陛下需要您的帮助。我没听错吧？血族女王需要我的帮助？你告诉她，虽然她有超过1.3米的大长腿，但我是个洁身自好的人，让她亲自来找我。另外一边，阿尔卑斯山的某座山峰上坐落着血族的城堡。女王陛下，这件事您必须得给出合理的解释，否则长老会可以实行弹劾权。威尔亲王，请注意您的言辞，您面对的是女王陛下，如果再用这种威胁的口吻说话，别怪我不敬。我可以换一种语气，但女王陛下必须得给出合理的解释。一瞬间，双方拔剑，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。退下。威尔亲王，我做什么事似乎不需要给你解释。我是长老会成员之一。回到唐人街，三金并没有直接去小院。霹雳、雷电，你们俩先去小院那边看看，那里有不少高手，摸个底再说，否则我不太敢过去。大少爷，您有大智慧，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像您这样看得通透的人已经不多了。所言极是，我这辈子最恨有无谋之人。大少爷能把谋略说得如此坦然，我是此生未见过的。我去，这俩金刚还会拍马屁？不是，咋还抢我饭碗呢？滚蛋！怎么样，厉害不？都是高手，不太容易搞定。那就算了。为什么算了？不太容易又没说搞不定。大少爷，再给你20分钟，我们保证全干掉。干嘛给我20分钟？帮我们买棺材，要上好的。两人的意思很明显，搞定的方法就是同归于尽，好好活着，学少爷我。少爷必须活，小的可以死。棺材多贵，现在流行火葬。火葬不如棺材省钱。你俩是猴子派来的吧？我们是老太太派来的。明白了，你俩是来侮辱我智商的。回到小院，三金几人被江家的传武高手拦住。你他妈脑子是不是坏了？这是老子的地方，你们竟然要搜我的身！三金先生，我们没说要搜身，只是想高手退下，我们走。大少爷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没错，皇帝能忍，太监不能忍。目标小院6发40毫米枪发榴弹，干他丫的！一瞬间，6颗枪发榴弹落到院子里，炸得传武高手们四散而逃。大少爷威武，大少爷牛叉。淡定，常规操作而已。来到鸿门分部，三金给袁三才打通电话。老袁，告诉你个事，江飞轩他们遭到暴力袭击，估计炸死了好几个人。没法子，雾都就是这么乱。三金，这样做不太合适吧？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？我痛痛快快的就给做了，够不够给面子？这说的是哪的话？你做中间人，制衡我跟隐藏家族，我认了，所以让你们满意还不够吗？三金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难道是我想错了？对不住了，老袁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做事冲动，让老子恶心，你们也别想束缚。秦王则是与2大金刚守在门外。你们不了解师傅的风格，所以拍再多马屁也没法出去打硬仗。但我知道怎么样才能得偿所愿。小子虽然实力不怎么样，但眼光还是不错的。说吧，怎么才能跟大少爷去打硬仗？我师傅麾下组建了好多整编师，我掌控了近半，知道这是啥概念吗？能打有毛用，无非就是做保镖。秦哥，以后你就是我们亲大哥。这俩东西好精啊！ 1小时后，三金回到刚被炸过的小院。三金，为了解除后顾之忧，我亲自率兵攻占血族堡垒。三金，飞轩，你没事吧？我都担心坏了，死了多少人？死了4个，伤了6个。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，结果弄成这样，是不是该有人负责？我们进去聊。死伤10个，这回不用拼命了，也得拼掉半条命，半条命又死不掉，无所谓的。两人一唱一和，浑然没把剩下的传武高手当回事。你洗澡了没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上面希望我们彼此牵制，我总得给点面子。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传武高手？是不是老袁告诉你们帮我对付血族？你的意思是给你父亲打电话，我跟他聊聊，有些事不是你能做主的。江老爷子，说句您不爱听的话，咱们都被算计了。电话整整打了2个小时，江家与三金的误会就此解除。老袁，我就问一句，我儿子的事是不是你们忽悠我的？绝对不是，我以祖师爷的名义发誓，你儿子的命的确得这样改，否则真的活不过去。上面就这么忌惮我吗？也不是说忌惮，主要是怕你娶了媳妇忘了你。告诉他们多给我点空间，毕竟我老婆孩子都在家里。当天晚上，10几名武装分子被绑在郊外。飞轩，这就是袭击你的组织，你动手还是我动手？算了，既然你都跟我了，还是让我来动手吧。你知道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是杀人，杀1个人是杀人犯，杀100个人是大英雄，杀1万个人封侯拜相。这一夜，江飞轩彻底见识到了三金的凶狠。记住哥说的话，你们首先得保护好师傅，才有机会出去大杀四方。经过，如果大少爷一直拿我们当保镖用呢？怎么可能？我从前就是师傅的贴身保镖，后来不也出去干仗了吗？你们保护师傅我放心，换谁都不行。亲哥，那你啥时候去做军长？你们俩还没进入保镖角色，我能放心吗？只要你们进步快一点，我很快就能去做军长。是该给秦王找个事干了。这天，三金找来乔治王子。小卖店筹备的怎么样了？定下了，下个月5号正式上线。估计到时候我就要东躲西藏了。那些家伙发现被耍之后，绝对会满世界的追杀我。所以这是个大问题。待在学校如何？只有学校才是安全的。
放心吧，无非就是扛住一波罢了。当他们奈何不了我的时候，也就只能捏着鼻子认吃亏。大家都是利益至上，但你我的关系就不一样了。大哥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当初到底是谁帮你翻身的，让你从无人问津的血脉遗孤，成为受人爱戴的平民王子？这对三金很重要，很可能关系到血族。说来也巧，几个月前刚好你来的时候就失去联系了。这就没了？都是同一个人跟我联系，自从不联系之后，就彻底失去消息了。通过什么联系的？电话、号码呢？乱码，我没法联系他。什么都没有问出来，三金并没有失望。唯一的问题就是时间不多了，最多也就半个月。师傅，咱们去哪？随便转转。看到没？这就是师傅的战术，没人知道他到底要干嘛。大少爷聪明绝顶，大少爷智慧过人。三金懒得搭理他们，而是在思考半个月后自己死掉的问题。尸体必须得曝光在所有人面前，而且看到的人必须得有说服力。妈的，为了怎么死都得绞尽脑汁，简直是折磨。停车！你们回去吧，把周围所有的暗哨撤掉，一个不留。这不行，大少爷，这样太危险，你实在太弱了。霹雳说的对，少废话，滚蛋！秦公，你怎么看？看个屁！这个老东西又去吃独食了，每次打硬仗的时候都自己偷偷摸摸的过去，从来不肯带我们一起。什么？大少爷自己过瘾去了？废话，不然他一个人干嘛？我看未必，大少爷那么怕死。你错了，他怕火，从开始到现在，永远在变着法的作死。此时三金来到了一处湖边的小木屋，一共几刀？6刀。够不够快？试了才知道，但大体上来说不会太疼。万一真把我干掉了呢？你可以找别人。计划到最后阶段反而成了最难的，因为出手的人得信得过，而且杀死自己之后，杀人者会遭到瞬杀。找了这么久，只有这个人合适，但唯独缺少信任。害怕了？废话，我老婆孩子一大堆，能不怕死吗？你呢？你为啥愿意死？我觉得你死之后，这个世界会更精彩。我实在不愿意让世界失去颜色。变态，走了。三金走后，这片区域再次陷入死寂。师傅，你又去哪过瘾了？每次都这样，4次不重样。又是你！求您救救女王，她在哪？风之宝断崖处。凭什么让我救你们女王？再说了，万一这是美人鱼给我挖的坑呢？这是女王陛下让我交给您的，她说只要您看一眼就懂了。看了眼信纸，三金笑了，因为信上的符号他在李红鱼的日记里见过。好，我救了，具体细节跟我说说。男人把风之宝发生的事跟三金说了一遍，主要是女王准备削藩跟亲王派发生了冲突，包括风之宝的具体位置。托尼校长立即派出侦察机对阿尔卑山脉进行侦查。这么突然，出动2个直升机中队，给我留一架战斗机。你要亲自带队？没错。一条条命令下达，战争机器以最快的速度推进，不到24小时，地面佣兵从各个渠道进入了阿尔卑山脉。师傅，这是救人还是打仗？当然是救人，血族女王关系甚大。也是，你怎么可能放过一位女王？会开战斗机吗？没问题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前往阿尔卑山边缘处民用机场。三金早就想找血族了，但一直不知道对方的老巢在哪。几小时后，三金来到阿尔卑斯山前线。神话老弟，这是作战部署。没必要，空袭之后就是占领，随时准备进行2次空袭。这么简单？打仗需要很复杂吗？神话，我们到底打的是谁？除了三金和秦王，其他人都不知道要攻打的是血族。脸色这么难看，害怕了。我在想接下来怎么扛住，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冲击。放心，只要我们扛过去，接下来你会数钱数到手软。10分钟后，三金亲自登上战斗机。秦王跟紧我，咱们开始翱翔。一声令下，数架战斗机接连起飞，迅速窜入高空，锁定坐标，开启火控雷达。随着三金第一颗空地导弹命中风之宝，随后而来的就是疯狂的火力覆盖。仅仅10分钟，战斗机群便倾泻了所有的弹药。2个小时后，风之宝被炸得千疮百孔，满眼尽是炮火的硝烟。老大，抓了一批，全在这。女王陛下安然无恙，我相当欣慰。神话先生，我们可以给你。可以给我什么？你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连命也是我的。神话先生，别说话，我只想拿你当个工具人，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按您说的做。聪明，今天之后你将完全掌控血族，偶尔给我是个请就行。神话先生，您能否对我客气点？没有我，你无法玩转血族。说的有道理。我有2个选择，一是你做我的工具人，让血族始终保持混乱；二是我把所有人干掉，让血族20年缓不过来。虽然扶你上位的人跟我关系匪浅，但他也得听我的，因为老子连他也照揍。我的美人鱼，现在你还要尊严吗？不要了。这不就好了吗？只要血族保持混乱，别的一切都好说。安德烈，凡是参战的兄弟，每人拿2件战利品，重伤的兄弟5件，死掉的兄弟10件。战争本身没意义，之所以会掀起战火，只是因为战利品。回到雾都，三金接到弗伦斯的电话。弗伦斯大哥，我这一切都挺好的，就盼着咱们的小卖店开张了。会如期开业，到时我们一起赚大钱。你们赚大头，我跟着喝口汤就行。老狐狸，你们根本不可能下个月5号开业，只会提前。秦王想带兵吗？师傅，我不想带兵，只想留在你身边。说人话。刚才不是怕您忽悠我吗？师傅您放心，给我个班长我能干好，给我的连长也能干好。我给你3个市，
为了彻底转入黑暗，我请杀手暗杀自己。我给你3个师。没骗我。轻视特种作战思维，重视常规战思维。大规模作战跟小分队作战完全两码事，所以你得做出很大的改变。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准备下，到了地方之后，傅勇会带你熟悉环境。红宝家族的内部清洗很顺利，温妮夫人成为了家族内说一不二的夫人。其中最有实力的德维伯爵，佩斯公爵的弟弟，也遭遇了流放。伯爵先生，有人要见您。谁要见我？神话先生。德维伯爵被带走，很快见到了3金。10年后，红宝家族还给你。神话先生，您到底什么意思？以您的实力，大可将我抹杀，没必要这么做。因为我答应过佩斯公爵，他不想伤害温妮夫人跟约克小公爵，同样也不想伤害你们。3金的演技出神入化，他并没有跟佩斯谈过这种事。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这的确是佩斯公爵做出的决定，而我也答应了他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帮你们彻底摆脱血族。德维伯爵面色顿时一变，他也知道血族的存在。摆脱需要缓冲期，否则你们承受不住。该说的我说完了，如果你信任我的话，希望以后能够配合；如果不信任就算了。我信任您。3金这么做是为了制约温妮，不给自己添乱子。离开别墅，3金赶往管家学校。老板您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知道就行，多的话我也不说了。一旦奥利维亚出现问题，立即干掉他。明白。行了，这里的工作交给你们，我放心。有问题的话找乔治王子。3金在做最后的安排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飞轩，你觉得我是个怎样的人？有点不好说。随便说，以咱俩的关系不用藏着掖着。你跟曹丞相应该是一样的人，胸怀大志又谨小慎微，颇有种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感觉。我喜欢打仗吗？不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世界和平。我喜欢杀人吗？不，我对生命抱有最虔诚的尊重，不敢有丝毫亵渎。你信吗？半信半疑。你还算真诚，想救江家就让你爸学会放下，因为我还不舍得你。放下才有退路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叫退一步海阔天空。3金用最平常的口吻威胁，通过江家让国内产生猜疑。佛伦斯议长，3天后有空吗？我要召开一个安保峰会，你得帮我站台。托尼将军，3天后过来，我要宣布一件事。3金一口气邀请了10几个人。3天后安保峰会开启，这是3金筹备的一次露脸活动，邀请了很多重要人物。从幕后走到台前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。王子殿下，您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不明白我们这些人的心理，我们总得向世界证明什么。神话先生，您会为了世界和平而战吗？当然，哪里有不公，哪里就有世界安全保护部门，他们会保护所有受到压迫的人，让战争远离所有的天使。我相信你，这是送给你的花。接过鲜花，3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安德烈。这个安德烈并非勇士基地的安德烈，而是3金当初从2毛国地下黑市拳击赛带到港岛的人才。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，你还好吗？一切安好。突然，安德烈抽出薄如蝉翼的匕首，冲3金的要害猛刺6刀。大少爷！我操！自杀！快叫救护车去医院！控制所有街区，控制所有人员，保护凶手尸体，不准任何人接触。托尼将军，请立即对凶手面部取样，我马上利用数据库进行搜查。还没赶到医院，3金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。赶快抢救，不管能不能救活，必须抢救48小时。这时，几名龙焰特种战士赶来，持枪闯入手术室。你们干什么？神话正在接受。话没说完，乔治王子被打晕在地。3金的死不允许别人插手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3金在运输机上被紧急治疗着。先生，接下来您将会被人瞻仰，然后封在棺材里，埋在地下。6小时后，杀手的身份被查了出来。安德烈，原克格勃最顶级杀手，曾经执行过大小上百次任务，几乎全部为暗杀，现在为某杀手组织工作，而这个杀手组织背后结构复杂。闻言，弗伦斯几人不再怀疑。我们得去趟学校，确认神话是不是真的死了。神话老弟，我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，天妒英才啊！将军，北面的第3师出现混乱，西面的2个勇士驻地遭到袭击。3金刚确认死亡，就出现了各种麻烦。凌晨3点，2道身影悄无声息地离开猎人学校。做死人的感觉真不好，老子就死这么一次，以后再也不死了。师傅，接下来咱们去哪？回国。小虎子，你再忍忍，过些年会让你出现在猫哥面前。师傅，您死之后发生了很多事，秦王都快疯掉了，到处开战。不管这些，随便他怎么乱，老子现在需要养好伤。高原大陆，3个师在秦王手中彻底变成战争收割机，把不听话的小国全都撸了一遍。另外一边，为了给3金报仇，鹦鹉展开了全球刺杀。师傅，您不去看看几位师娘？我听说都哭得不行了。哭能代表什么？如果3、5年后还能为我守住寡，这才是我的女人。国内环境也变了，好在没有对豹子头他们实施绞杀，不过他们的日子也不太好过，没有了从前的风光。要的太多，脑袋掉得越快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。港岛那边怎么样？受到了点冲击，但问题不大，毕竟已经回归了。曹叔也转身进了立法委，伤养好了，也该干点正经事了。话音落下，一道黑影出现在3金身边。蛋黄，这是西南隐藏家族朱家的资料。黑暗
暗的力量开始启动，全都是3金挑出来的精英。没想到朱家已经落寞到这种地步了。小虎子开工、去打架。子诚地产公司是朱家近些年仅剩的产业之一。干什么的？大哥，我们是来找朱红艳朱总的。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就你们还找朱总？一个不男不女的，一个穿着民工服。我哪点不男不女了？我这是迷彩服好不好？什么眼神？我警告你们别惹事，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哥，有话好好说。早这样不就得了？我们真是从内地来找朱总的，是远房亲戚。就你们，谁没有个远方落魄的亲戚啊？本来我们在内地做生意，结果赔了个底朝天，不得已才来投奔朱总的。没用，朱总现在也是自身难保。怎么说？被小刀会搞的。如果不是朱家对我们这些人着实不错，现在早就人去楼空了。朱家不是挺厉害吗？那么大的家族，怎能被个小小的帮会搞成这样？从前朱家有多风光，现在就有多落魄。你们要是早些年来的话，朱家随便动嘴，也能让你们吃喝不愁。但现在嘛，那我们能不能见下朱总？朱总不在，他去望海楼了。师傅，情报上有这么惨吗？差不多吧，我还真不知道朱家落寞到了如此地步。看来这次咱们得好好干点活了。来到望海楼，3金在门口就听见了里面传来的污言秽语。朱总，这一杯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，别他妈在这里装清纯，还以为你们朱家跟从前一样。蓝总，我已经喝不少了，请您放尊重点。臭婊子，真以为自己是个贞洁烈妇，准备好摄像机，喝了咱的药，这婊子快受不了了。老子最不喜欢英雄救美了，算了，就当我倒霉吧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，该干嘛干嘛，当我不存在就行了。你他妈是哪冒出来的？你干什么？这年头看个热闹都不行。3金上前查看朱红艳的情况，却冷不丁的被对方死死搂住。你干嘛？我是妹夫，别乱来。这是个意外，绝对不是我的本意。外面打斗不断，却丝毫不影响包厢内的疯狂。没多久，朱红艳终于清醒过来。醒了，收拾下回家吧。都过去了，成年人不就这么回事吗？选择忘记就行了。要不是我，你今天就惨了，没准都得被这个蓝总拿去搞团建。你是谁？3金笑了笑，掏枪指向地上的蓝总。你杀了蓝总。你杀了蓝总，敢欺负你，当然得死。之所以留他几个小时，就是要当你面干掉的。我是来帮你的，绝对不会伤害你，因为咱们是自己人。你到底是谁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，回家我再告诉你。走出包间，地上躺着10多具尸体。看到这一幕，朱红艳的腿都软了。解决了。是，师傅。望海楼不留了。回到家里，3金递给朱红艳一叠资料。朱红艳越看越震惊。朱红玉，我三叔的女儿，她在哪？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有她的资料？朱红玉，现在名叫李红瑜，是我老婆。其实我真的不想跟你发生任何关系，但问题是出现了特殊情况，你被人下药了。我也是个正常男人。你是3金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假死，就是为了帮红玉娘家扶正。不过我也没这么好心，我其实是要以朱家为突破口，把隐藏家族势力掌握在手中。那我们要很厉害，不是你能控制的。说正事，朱家不是隐藏家族吗？怎么落寞成这样了？我们家本来不是这样，但这几年被安总逼得几乎走投无路。他很厉害吗？这里都归他管，是上面的人。小刀会呢？小刀会就是安总手里的刀，我丈夫死就跟小刀会有关。3金，你能帮我吗？只要你能帮我报仇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小刀会留下老大，其他清除。简简单单几个字，预示着小刀会彻底完了。小刀会真的会被灭掉吗？他在我眼中就是只蚂蚁。那安总呢？稍微大点的蚂蚁罢了。当天晚上，小刀会老大孙天宝被绑在湖边，依旧嚣张跋扈。是你这个贱人，朱红艳，你他妈的是不想活了吗？信不信老子把你们朱家全部灭掉？孙天宝，我丈夫是不是你杀的？废话，不是我杀的，还能是谁杀的？就他那胆子，敢从12楼往下跳吗？是老子送他的。怎么，这是新找的小白脸？兰华要是你干掉的对吧？望海楼也是你烧的对吧？小子你很勇，宝爷很欣赏你，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叫强龙不压地头蛇。这里是大窑，我压的就是地头蛇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都一样。不过这块太贫瘠了，所以一直懒得动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以为自己是谁？就算是3金那么厉害，到最后不也死了？小红艳，我有这么出名吗？有一些帮派都在供你。小子，你图什么？不会是跑到这个地方专门为一个女人出气吧？宝爷，你说对了。第一枪打他的左腿，第2枪打他的右腿，千万被打死了，不然不解气。我不敢。你开第1枪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臭婊子，你还真敢杀我！害怕也是正常的，毕竟杀人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小红艳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可以吗？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？这边事情结束之后，你去陪红玉可以吗？她身体不太好，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的。好，我去陪红玉。真乖，你先回车上。宝爷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告诉我安总的老巢在哪，就能获得新生。你他妈到底是谁？你刚才不都说出来了吗？我操！你是3金，货真价实，否则哪能说灭你的小刀会就给灭了？只要你告诉我安总的老巢在哪，他的老婆孩子在哪，
你就可以重新开始。金爷，您没死啊？那么多人都想我死，你说我能如他们的愿吗？那么多钱等着我花，那么多女人等着我，死了不就什么都没了吗？你说对吗，宝爷？金爷，您叫我小宝就行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还是很欣赏你这条地头蛇的。我舅舅他在，还叫舅舅？安总已经是个死人了，你还把他当靠山？安总家在蜀地，他人配有一子一女，2个小老婆，一个在魔都给他生了个女儿，一个在阳城给他生了双胞胎。为了保命，孙天宝一股脑的把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。好，我允许你重新开始。3年后的今天，你差不多就该上幼儿园了。金爷，你说要饶了我？随意发挥，我建议先把皮扒掉，然后再慢慢的玩。短短1天时间，望海楼被烧，小刀会被端，老大孙天宝被残忍杀害，让大姚城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中。给我查，就算把大姚掘地3尺，也要把凶手挖出来。安总你好，你是谁？有些事要告诉你。首先是你的儿子女儿在大营消失了，你蜀地的原配失踪了，你在魔都的老婆孩子迷路了，阳城的双胞胎也没有音信了。你在威胁我吗？就是告诉你一声，你现在可以核实一下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挂断电话，安总急忙联系家里人，却发现一个都联系不上。你到底是谁？想干什么？请你喝酒，不知道给不给面子？你在哪？电话号码你都知道，还能找不到地方？晚上8点，安总准时来到朱红艳家。安总来了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3金，灰安3金。我操！人的名数的影，3金的名字早已被深深烙印在这些人心里。金总，我错了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以后我安陆为您马首是瞻。你哪错了？我不该打压朱家，朱总，我给您磕头道歉了。小红艳，你如果原谅他的话，从前的事一笔勾销；如果不原谅的话，接下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安总，您快起来吧，我原谅你了。谢谢朱总，谢谢朱总。安哥，我有个事请你帮忙。承蒙金总看得起，有事您吩咐。做我的狗如何？朱红艳愣在原地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狗，为您看家护院，您说咬谁就咬谁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差一点就全完蛋了。3金竟然没死，那我以后就好好为他做事，跟着他混终归不会太差。短短几天，大姚城发生巨震，随着小刀会的消失，朱家开始崛起。3金，谢谢你。明天去朱家宗祠，朱家所有的核心人员都要出席，要多张扬有多张扬，能做到吗？我得给家里打电话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行。你打电话表明我的身份，其他的不用管。爸，咱们突然翻身跟一个人有关系，他是红玉的丈夫。你说谁？朱红玉，3叔的女儿。人在哪？红玉在哪？我也不知道红玉在哪。大妹夫在我这里，近期形势的突变都是妹夫做的。他是3金。红艳，你别被骗了。据我所知，3金已经死了。真的是3金，不然谁能灭掉小刀会，让安总改变态度？明天我会带他回宗祠，需要所有人迎接。唉。别多想，朱家是朱家，你是你。朱家如果肯上我的船，必然会成为隐藏家族的领袖；如果不肯上我的船，起码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惨。怎么选择在他们？毕竟这也是一场豪赌。隔天，朱红艳带3金前往大姚北面的小县城，那里是朱家的宗祠所在地。3金，我们家同意了。县城没人吗？应该是清场了吧？那还真是最高礼仪，希望真是清场。民调局，艾特。有事。你是灰安3金。有事。哼，你坏了规矩。有事。好好做你的灰安3金，不要插手。民调局是吧？很好，我就是要见见你们，谈一谈接下来我掌管所有隐藏家族的事。3金找的就是民调局，他的引入黑暗并非彻底消失，而是要待在这个层级。3金，你不要太过分。艾可是吧？你没资格跟我谈，打给你们老大。不可能。够吗？够不够？够了，别杀了！一朵朵血花爆开，除了艾可之外，所有民调队员全部遭到狙杀。不怪我，要怪就怪你管教不严。我看你真是嚣张惯了。我给老大打电话，咱们没完，迟早有一天。你没机会了，因为会咬人的狗不叫。几个大逼都下去，让艾可彻底蒙圈了。老大，3金要跟你通电话。我是3金，不知道该怎么称呼。3金你好，我是民调局长霍凡。霍局长，久仰久仰。我的人刚把艾可小姐姐的人杀光了。这样吧，你统计安家费我来出。你太狂了。你是猛虎，我也是。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，我自认为能跟你血拼到底，不知道够不够资格。你当然够资格，但非要这样吗？你没有必胜的把握。说的好像你有必胜的把握似的。我在朱家等候您的大驾光临。小姐姐，等你们老大来吧，我就先失陪了。为了接手民调局，我假死后陷入了新的轮回。3金先生，这是朱红玉的身份证明，请组长检验。朱寻则仔细查验了一遍之后，又递给了身后的朱元涵。
姑爷，先别叫我姑爷，你们朱家倒是精得很，左手给我安排大排场，右手把民调局的人找来，真是两手准备啊。如果三金连县城都进不了，那他们就算是对国家有帮助。如果三金能进来，那朱家就得抓紧这个机会。一切都是迫不得已，毕竟关系到朱家几百人的命。我又没怪你们，我总算知道小红鱼为什么那么精明了，原来是遗传。祭祀结束，三金单独叫来朱寻泽父子。爷爷，朱家怎么变成了这样？说来话长，那就别说了。你想让朱家变成什么样？要不要继续领导各大家族，还是说闷声干自己的事？继续领导，失去的终归要拿回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也忍受够了。好，那就继续让朱家领导。小金，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。好好疼红玉，她在李家从小被打到大，从未感受过丝毫亲情，哪怕是假的。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，但那些都是老黄历了。尤其在经过这些年的打压之后，家族内部团结一致。我只是不想让红玉再受到伤害。姑爷，我是红艳的父亲朱元涵，这次真的要感谢你。都是我该做的。红艳是个好女人，哦不，红艳是个好大姨子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。是吗？就是红艳有点不太懂事。很懂事，我一个眼神她就知道该怎么做。第3天，民调局霍凡来到朱家祖宅。金总年轻有为，这几年我观察过你做的事，几乎每一件事都没有经过严密的铺垫，全是率性而为，临阵决断。从前我不相信有这种人，但现在信了。所以我做的是漏洞百出，让霍局长笑话了。任何事都有漏洞，但你的决断能力反而弥补了这方面的缺点。三金，你非常恐怖。其实我也是被逼的，老早就想停下脚步享受生活了，奈何摊子铺大了，只能装死瞒天过海。你还年轻，没到享受的时候。跟年龄无关，我要是继续活着，恐怕只能借了一个国家了。走得太快，爬得太高，终点也就是个独裁者土皇帝。两人的眼神不约而同地望向北面的刀山。三金，这座山可不小，要不就在这里。就在这里吧，玩得开。两人同时打出去一通电话，接着继续谈笑风生。你也真是，回来为什么不说一声？好歹也让我尽个地主之谊。我哪敢跟您说呀，总不能跑到您跟前说嫂子也有我的一半吧？你还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，有这么打比方的吗？哥，我的错，主要是粗鄙习惯了。两人怎么看都像是好兄弟聊天，说出的话也没有什么忌讳。爸，他们关系很好吗？第一次见面，看似关系好，实则已经过招了。过招？没见打架啊？朱元涵指向北面的山。您的意思是手下在厮杀？他们这个级别的人，哪怕有仇也能坐在一起谈心论事，这叫惺惺相惜。朱元涵面色严肃，死死盯着北面的山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三金跟霍局长喝得醉眼迷离。哥，你说咱俩谁会赢？等等不就知道了吗？我的意思是你输定了。怎么说？用这个说。脖子凉不凉？你看我这把枪怎么样？好不容易搞到的珍藏品，非常不错。那咱们继续喝酒。三金，如果你掌握了尹氏家族，会怎么发展？干嘛要发展？只要保持资源再分配就行了，不然一个个的都得上天。怎么个分配法？内卷、内讧、挑拨，方法太多了。为什么？为了保护他们，也为了保护这个国家，任其发展必出皇朝，平衡被打破，国之危矣。霍凡的眼睛亮了，露出了赞赏之色。话糙理不糙，如果你赢了，会以怎样的方式掌控？一家给我送个女人，让他们彼此宫斗。还能这么玩？这一点上我不如你。你当然不如我，因为没有摆清自己的位置，都掌握这么多家族的生死了，为什么不把自己当成皇帝？现代法治对这种隐藏的家族根本没用，必须沿袭皇权至上。霍凡愣住了，细细品味之后，发现完全正确。霍哥，你得把世界拆分成光明下的跟黑暗中的。光明需要一套秩序，黑暗也需要一套秩序，黑暗秩序自成体系，这是光明秩序永远也解决不了的，而且会一直存在。细分之下，光明也有好几种秩序，这个叫阶层。底层遵循法律，中层逃避法律，高层制定法律，每一个层级都有它的秩序。只要人类存在一天，这种秩序就会存在一天，除非有一天这个世界没人了。这是典型的秩序论，又是完全正确的秩序论。你是局长，但你又懂多少规矩？这里每一个家族都是定时炸弹，但凡时机成熟，他们终究是要冒头的，到时候民调局又该何去何从？未来资本为王。此时满身是血的孙银虎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。搞定了，干得漂亮，霍局，接下来怎么说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跟我见个人。见谁？真正的掌控者。如果你能说服他的话，一切就都是你的了，就看你敢不敢了。小虎子，安排无人机，安排导弹，让人过来在我身体内植入定位芯片，特定的时间内，如果我没走出来的话，就给我炸。是，师傅。这小子是真的不讲武德啊。跟朱老爷子告别，霍凡带三金驾车前往帝都。大哥，这车也太寒酸了吧？你们民调局都用出租车接人吗？先生平时就靠跑出租赚钱，这是他的主业。有病吧？慎言。有什么好慎言的？有病就是有病。希望你见到先生还能这样说。霍局，你的眼神怎么充满了揶揄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不知道开了多久，出租车停在了一处大杂院门口。你傻了，快进屋吧。三金确实傻了，因为孕妇名字叫秋寒，是他亲妈。
你叫什么？金硕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废物大哥呗。我操！大哥，虽然你干啥不行，但只要努力认真就行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没人会看不起你的。快吃饭！古人云时不言寝不语。你不是得跑出租吗？怎么中午也在家里？这个点是最赚钱的时候。不是接你去了吗？这是理由？难道还是借口？你坐我的车来的，实在不行你也跟爸一块跑出租，不少挣钱。这都他妈什么跟什么呀？一顿饭吃得相当艰难，好在最终吃完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问题，所以想问什么就问吧。我想问你们是怎么在金硕面前说我的？他叫我废物大哥，我就想搞清楚这个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。我们跟你妹说把你养废了，所以金硕是小号？绝对不是，主要是那几年我们实在没事干，就琢磨着生一个玩。那这个呢？小号，你帮我们练。我有儿子，侄子比叔大不挺好吗？你们怎么比我还无耻？儿子，其实不能怪我们，一切都是为了你能好好长大。当初张天师说我跟你爸克你，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远离。张天师，他是不是有个师弟叫袁三才？不是师弟，是徒弟。张天师的确有个徒弟叫袁三才。儿子，别跟我说话。妈是问你累不累，卧室还没砸呢。以后民调局交给我就行，你们爱干嘛干嘛。儿子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难道我不认真吗？今天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否则就只能硬碰硬，看看到底老子厉害还是儿子厉害。儿子长大了，终于能帮咱们分担了。老婆，那咱们就走呗。那还等啥？赶紧走呗。大儿子，妈相信你能照顾好妹妹，等你弟弟出生之后，我们再把你弟弟送过来。这玩意交给你了，守护者勋章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夏暗中的守护者。这就走了？见过守护大人。霍局，你也算是功臣，我不好意思把你干掉，所以该给的活路一定会给你。大人有话您吩咐。详细介绍下民调局以及每一名人员。每一名成员，我怕死，所以必须了解清楚。民调局一共4386人，共分为4个科：民事科、调查科、行动科以及档案科。明天中午之前，让2位副局长来见我。好的。霍局，你得理解我，钱你想要多少拿走多少，权该放下就得放下。我明白您说的话，其实这些年我也早就累了。那就好，在我完全掌控之前，你依旧是局长，按我的规矩办事，能做到吗？一切听大人的吩咐。高原大陆黄金海岸线非常不错，有没有考虑带家人过去度个假？你也操劳很多年了，是时候放松放松了。霍凡无奈苦笑，算是见识到了新皇的手段。感谢三金先生，我按您说的办。行了，去办事吧。一番操作下来，让霍凡冷汗直流。老霍，我这个儿子怎么样？为了掌控大夏隐藏家族，我隐姓埋名潜伏进第9调查队。老霍，我这个儿子怎么样？能办天大的事，也能惹天大的事。您当年用了6年才掌握全局，我估计3金1年就够了。这么高的评价，您当年几乎是孤身一人来的，您儿子是兵临城下来的，进可攻退可守。先生，您知道高原大陆黄金海岸线吗？有没有考虑带夫人过去度假？环境怎么样？3金说那里不错，那就去待一阵子吧。老子是英雄好汉，生的闺女也不差。哥，咱家到底是干啥的？我敢保证你们全是违法犯罪分子。既然如此，能不能帮我把学校炸掉？我恨死这个学校了，他对你妹妹的摧残是终身性的，不可逆转的。妈的，炸学校，老子当年都没干过这事。想到这里，3金直接派人把金硕扔给了鹦鹉。小子，我是金硕，3金的妹妹。听说你要炸学校，我就是开玩笑的。开玩笑无伤大雅，问题是你能扛住打吗？看来我哥没少挨嫂子的打，我还是演得乖一点吧。嫂子，我们家到底是干啥的？杀人的，杀一人为罪，图万人为王。你觉得咱家在哪个阶段？不会是？你今年高1，3个月内必须学完高中所有课程，明年参加高考，分数必须达到帝都大学录取线。嫂子，这太难了吧？你到底能扛住几顿打？隔天，3金分开召见了2位民调局副局长。3金先生，江副局长，咱们开门见山吧。我初来乍到，对一切都不熟悉，而且民调局的盘子非常大，你是否愿意协助我？或者说是江家是否愿意全力协助我？如果协助的话，你会拿出怎样的诚意？只要3金先生有需要，我们江家必然毫无保留。我准备把朱家扶起来，您的意见呢？我没意见，一切全凭3金先生做主。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要扶朱家上位？不问，只奏。您的决定就是圣旨。这个老狐狸未免有点太好说话了吧？你表达了足够的诚意，副局长的位置还是您来做，但我会增设2名副局长。3金做的第一步不是打压，而是分权。当第2位副局长进来的时候，3金眼前一亮。金局名字很好听，感谢3金先生夸赞。金副局长，我能相信你吗？是否能信任我取决于您，我会做好您安排的所有工作。这个回答不完美，我这个人疑心重，当我问你能否信任你的时候，就已经想要完全信任你了。
三金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是说错话了，还是故意这么说的？我跟从前的老东西不一样，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一无所有，但我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，更是一辈子没输过。如果在这里输了的话，老子一挥手，几十万人就能把这踏平。所有人都清楚您疑心重，我说忠诚您，可您信吗？我打算再提2名副局长，分担下你们的工作，不知道金副局长是否赞成？赞成。很好，那今天就聊到这。江副局长，能无声无息的把我安排进调查科吗？您这是要……老狐狸还在这里跟我装，迟早把你们家收拾掉。我当然得先把民调局的基层了解清楚，不然就是个瞎子。可以，那就好。飞轩在家吗？闻言，江家主大喜过望。还好我布局的早，让江家占了先机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当不当说。都是自家人，有事您尽管吩咐。我在想，也该给飞轩点名分了，所以烦劳岳父大人看下日子。您瞅好日子之后，我再拿给父亲看一眼，如果都没什么疑义的话，就给定了。当然，我们先看日子，看好之后再拿给老先生过目。三金先生，请喝茶。这位是江飞秀，老三家的女儿，飞轩的堂妹。奴才养成似乎很好玩。飞轩，是不是心里不舒服？你不是三金第一个女人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却可以在这个世界成为老先生指定的儿媳妇。现在的形势你也看到了，三金要做的是皇帝，而不是管理者。我清楚自己的位置，一切为了家族。清楚就好，不管怎样，你都得坐在皇后的位置上。你堂妹会从侧面扶着你，维系你的地位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真把她当成皇帝了？把她当成皇帝，我们江家才能稳如泰山；把她当成管理者，我们江家就得风雨飘摇。飞轩，你未来的对手有很多，但绝不是你堂妹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过去？这三金的弱点就是女人，你得把握住。她的弱点压根就不是女人，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。三金的弱点从来都不是女人。待了半个月，三金以实际行动让江老汉放松了警惕。差不多了，起码3个月之内他们都不会搞事。离开江家，三金化名为龙傲天，入职调查科西北分部第9调查组。西北郭家与江家的关系很近，如果动江家，西进就得乱；动郭家，东面就得乱。扯淡，远交近攻而已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彼此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，但又可以维持相互依存的格局。调查科第9组藏在一个小招待所里。老板，来玩的吗？想要什么样的？18的还是50的？这里是青年招待所吗？知道还问弟弟啊，要不姐陪你玩玩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姐，你别乱动，我是来找黑狼的。找谁？黑狼。哼，你就是新来的，真他妈晦气！还以为来个童子鸡，没想到来个吃白饭的。资料带了没？带了。龙傲天，名字起得蛮大气，就是不知道中用不中用。回去吧，有活通知你。这就完了？你还想是老娘？我的意思是黑狼。老娘就是黑狼，第9组组长。我操！你就是？怎么？我不能叫黑狼？老娘哪里黑？还他妈吃人不吐骨头，行不行？组长，我初来乍到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呦喂，弟弟你有点太客气了，都是自家人，里面的房子你随便选一间住着，以后有事跟姐说。我刚才捡到了点东西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。妈的，钱包什么时候被摸走的？不动你了，姐的名字叫姚玉，第9组组长，挂的代号是黑狼。话说你得罪神了，西进第9组是调查员的坟墓，你这么年轻就被扔到这里，实在有点可惜。怎么说？来到这的人两边都不讨好，局里内斗，这里是国家的地盘，第9组又是调查科的单位，任何人来了都会被赋予双面性，不是坟墓是什么？咱们第9组有多少人？本来1个，现在2个。就咱们2个？不然呢？看来第9组有秘密，姚玉也有秘密。第9组就是这么个情况，谁让咱们待在国家的地盘呢？总不能在这里查国家是吧？那就是找死了。姐，咱们真的什么事都没有？基本上没有事，反正待着不出乱子就行。知道了，我老实待着就是。也不用太老实，姐的房间就在你隔壁，如果晚上你实在无聊的话，可以过来聊聊天。抛了个媚眼，姚玉扭着屁股走出房间。霍凡给的资料说，黑狼是千门的人，尤其姚玉的那双手是从小用特殊方法浸泡出来的，触感非常敏锐，偷东西、换牌之类的手到擒来。千门，善做局。懂了，这是借我来破调查科在这里做的局。江老汉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一个姚玉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背后配合他的人。金局要在这里做什么局？有点意思了。国家是核心。晚上，姚玉带三金来到当地的美食街。弟弟，你离我这么远干嘛？我不想让人说我在要最好的年龄，遇到了最想照顾的女孩，所以你还是放过我吧。先姐老，等着。满意吗？不满意我再换。弟弟放心，姐不管变成什么样都是天花板级的存在。千门的人好厉害，千门的天花板更难对付。姐，咱们调查组平时都干什么？我的意思是9组没有变成这样的时候，每天都在忙些什么？调查、跟踪、搜集信息等等，是有多有杂。比如呢？西南出现僵尸，西境出现活死人，北面出现诈尸等等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。这么多年都是您一个人在这里，万一有个事怎么办？心疼姐了。当然心疼。唉，从前倒是有些对眼，但最后
弟弟啊，这里环境非常复杂多变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安安稳稳待着，千万不要想着证明自己。说话说一半，这是真拿我当小白了？你干脆直接把国家说出来得了。突然，一辆摩托车驶来，骑手掏枪准备射击。我们走。20分钟后，两人气喘吁吁地回到招待所。你招惹到谁了？我没招惹谁啊。打火机，至尊夜总会，东北陆家的产业，陆家要杀你，你究竟是谁？到底怎么惹到了陆家？No， 傲天，老实实告诉我，否则谁都保不了你。